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最近后台一直有吃瓜姐妹问仪态一些明星感情问题，这次我们就专门来做一期盘点视频，给大家答疑解惑吧。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形式的话，仪态以后会专门更哦。最近看到有好多小姐妹问邓伦和金晨有没有复合，这个很明显的谣言，不知道为啥很多人信，他俩没有复合，两个分手后各自谈了好几任，目前都分别有对象，对象呢都是圈内18线演员。虽然两人团队闹得很不开心，但他俩现在的关系还可以。分开不久后，金晨因为合约问题，邓伦还帮他介绍过戏。金晨找到下家后，跟邓伦就没有什么联系了。金晨今年靠着浪姐口碑翻身，知名度也上升了一大截。太阳川河里比他红的艺人都走了，公司怕他离开，现在全力捧着他，在营销上很下功夫，祖传资源迪奥也给了他。他之前没谈拢的一部女主戏，也从别的女星手里拿了过来。拍完冯小刚的《北辙南辕》，就又和张继科参加了芒果台的《女儿们的恋爱》。有没有姐妹一起追这档综艺的？仪态最近超爱看。喜欢金晨，她的性格太圈粉了，但突然觉得自己对张继科的滤镜碎了。其实本来金晨团队在浪姐结束后想趁着热度专注找影视资源，但金晨那边执意要接这个综艺，目前她的热度已经在慢慢下降了，现阶段很需要一些曝光度。而张继科那边还蛮想进圈的，一直不排斥和圈内女星炒作恋情，热度高了，商务资源和综艺都会好接点。张继科是有暧昧对象的，两个人通过朋友撺掇的聚会认识，两个人已经有了确定关系之事。不过这个女孩不算是圈里人，所以就算确定了也不会官宣。金晨现在是太阳川河的力捧对象，基本上公司的资源会优先考虑金晨。接下来除了几个综艺，还有好几个杂志拍摄商务代言，张继科和金晨最多就是综艺营业一下，没有可能的。且不说张继科和眼下的暧昧对象怎么样，单说张继科和金晨俩人也互相不是对方的菜。张继科的妈妈还是比较喜欢现在他的暧昧对象的，一直在给两个人制造机会，催婚的节奏啊。邓伦这边呢完全不缺戏约，主要是他今年事业规划的重心就是综艺，因为他要拍上一部电影，身体出了点问题，而且也有几部存货，综艺比拍戏轻松，能调好身体，还能一直有曝光。提到邓伦，仪态就顺带来聊一聊杨幂吧。最近有传王思聪在追求杨幂，虽然他经常在圈内 diss 一些女明星，但他也是真的喜欢杨幂。本来王思聪刚开始是看不上杨幂的，也是有过一段时间的敌对期间。后来通过零更新，杨幂、王思聪他们就经常一起玩游戏，也就是这个时候，双方开始在现实中认识了，关系呢也缓和了不少。再之后，那就是杨幂和万达有合作，王思聪力挺杨幂。这个时期双方是利益的关系要更大一些，两个人的大概关系过程呢就是这个样子啦。最近杨幂的新剧就是王思聪家投资的，而王思聪也正是看在杨幂的面子上才投资的。不得不说，在这种时候还能花这么多钱投资电视剧是真爱了。杨幂虽然在圈内的黑料挺多的，但真从来没有影响过她什么，在中花里面位置最高最稳的那个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了。前两天庆余年剧组宣布重启，第二部概念海报首发。大家都知道庆余年算是去年的爆款剧之一了，制作班底演员阵容持续在线的话，第二部的质量不用太过担心。当然庆余年2现在才开始启动，今年之内播出是不可能的，因为女主李沁未出席发布会，之前网上又有李沁不再出演庆余年2的消息，这个的话目前项目还只是在启动阶段，一切都不好说，后面的资本博弈复杂着呢。从暂时流露出来的消息来看，更大概率不会出演可能是肖战。虽然现在全网抵制力度随着时间渐渐弱了很多，但从这段时间锅从天上来的舆论来看，对他还是非常不利。加上肖战背后的资本大佬自离婚以后就和金圈闹掰了，而很显然庆余年是一个典型的由金圈人士把持的大饼，他们现在采取排斥肖战的态度也是很正常的。但肖战饰演的严冰云在第二部中会有不少戏份，如果演出彩了，的确能够借机翻身。所以肖战背后的资本大佬目前还在周旋，想要为肖战拿下庆余年2，但愿吧。最后到了顶流大花赵丽颖，最近双节同庆，大型晚会也都跟着安排上了，于是就有好事的博主盘点近些年上过主流圈晚会的小花小生们。
这么一理才发现，国民度和流量一骑绝尘的八五花里，仅 baby 一人上过春晚，而赵丽颖更是连央视大型晚会都没有上去过，因此直接下了一个八五花集体不受主流圈待见，其中赵丽颖尤甚的结论。这种观点发酵到八卦论坛之后，赵丽颖的黑粉又借势把赵丽颖美空出身这些真假不定的黑料从头到尾抖了一遍。其实央视大型晚会的艺人合作标准一般来说就是形象正面和群众基础扎实，虽然八五花们在第二个条件上超额达标了，但在第一个条件上他们总是差着那么一口气儿，所以他们上不了春晚，或者说主流晚会上的亮相有些时候还不如90花多。这也并不是谁不待见谁的问题，只是因为他们本身与这些晚会的主题就不那么符合。至于说为什么赵丽颖又比其他几个八五花在大型晚会上的出镜率更低，也没有什么隐晦的内幕，实在是赵丽颖不想交际，她自己这边为了避免尴尬，面对这种邀约也是不敢轻易答应。更何况八五花们已经拥有很多舞台了，少一两个也并不会影响他们在娱乐圈的地位，曝光少些还能减少观众的视觉疲劳，不至于引起逆反心理。仪态记得有段时间，赵丽颖是继袁姗姗之后第二个被骂到滚出娱乐圈的人，说她是中专的农村人，谎报年龄，疑似坐台，这些黑料就跟子弹一样瞄准她射击。这种难熬的时间，她没哭，没出来卖惨，保持沉默，专心拍戏。最终的结果说明了互联网记忆有限，一切还得用作品来撑腰。有些人总喜欢拿他的背景出身说事儿，其实论及演戏，他的态度远远胜出了很多人。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被黑风暴过后，赵丽颖靠着作品有了话语权，她也是唯一一个敢指出了电视剧粗制滥造问题的一线明星，直接怼上了剧本胡编乱造。作为产后复出的第一部电视剧《有匪》，赵丽颖无疑是希望能延续她演技上的好口碑，发现问题敢于冒着非议点出来，不用在乎名声上的争翻非议，这是一个演员的良心。加上她前期吃了《楚乔传》的亏，大量的抠图、替身、抄袭问题，让大家直接把她叫成了另外一个 Angelababy， 这对她来说是天大的委屈。去沙漠打滚，被倒吊在树上，坚持不用替身，她比很多人都有着演员的素养和专业。靠着自己走出那些非议和伤害后，网上一度流行着赵丽颖的励志人设。这个时候，她又开始不讨喜了。这10几年来，小圆脸无疑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路她走得坎坷而波折，却也坦荡而明亮。电视剧上无人能及，遗憾直到现在还没有拿过一次电影影后。不过以现在赵丽颖产后仍然一飞冲天的架势，未来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与惊喜还难说，我们不如再等等。心理足够强大又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怎么都不会错的。仪态今天的内容和形式大家喜欢吗？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每周一期爆料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C台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C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